香港有一個不為人知嘅神秘角落，深受歐洲同埋日本遊客嘅喜愛。佢哋嘅產品喺無數博物館中被展出過，各種品牌都爭住同佢哋推出聯乘產品。唔單止有立法會請佢哋設計外交用途嘅紀念品，就連 ST Lauder 香港分部都會選擇佢哋嘅產品嚟送禮俾香港出 function 嘅 IU。佢就係擁有8年歷史，香港第一間，同時都係現存唯一一間手繪瓷器廠——粵東瓷廠。粵東瓷廠係一間製造廣彩嘅工廠，由1928年創立至今，粵東已經擁有近8年嘅歷史。瓷廠嘅負責人都由第一代一直傳到去第4代，咁所以呢個咁受上流社會寵愛，一隻碟售價可以達到幾千蚊嘅廣彩，究竟係咩嚟嘅呢？廣彩亦即係廣州彩繪瓷器，佢係喺各種白瓷器皿上面彩繪，然之後再燒製而成嘅工藝品，屬於中國4大名瓷之一。呢一隻花紋叫做篤花，之所以叫篤花，其實就係因為當年前港督麥理浩夫人委託粵東將佢中意嘅土耳其花紋訂做上去嘅。後嚟咧就因為呢個花紋廣受平民百姓同埋商家嘅喜愛咧，自此篤花就被流傳落去啦。而呢一個就係文章瓷。一啲英國嘅客人啦，佢哋有自己家族嘅徽章，就係將佢嘅家族徽章或者佢嘅國家嘅徽章擺喺中間，跟住呢度嘅花邊咧，全部都用傳統嘅廣彩去襯托翻咯。呢款翠綠色嘅花紋其實係粵東其中一款十分之受外國客歡迎嘅綠金花。60-70年代主要嘅客戶就係美國嘅百貨公司，而呢個花紋同樣都係居港日本收藏家九米美由紀所寫嘅香港百貨嘅封面。當時1960年代咧就好盛行呢一個圖案咯，嗰陣時都係全手畫嘅，但係呢個功夫就好困難，所以只係做咗10年到啦，呢個圖案就冇再去生產啦。好想去認識東方嘅好神秘嘅生活咁樣，咁所以就將東方嘅人嘅生活嘅情況畫咗出嚟。咁其實到而家近年都係好受外國人歡迎咯。你可能會好奇啦，點解明明喺廣州起源嘅彩繪瓷器會融入咁多西方元素嘅？其實一開頭喺廣州嘅廣彩咧，其實並唔係咁嘅樣嘅，係因為粵東喺60-70年代主要靠外銷去經營，而為咗迎合呢個歐洲嘅客人，先至會演變成今日嘅模樣啦。而呢一啲先係廣彩最原始嘅花紋。因為呢一個好似啲牙咁樣咧，鋸齒。咁花咧就係中間呢個 Canton Rose 啦，咁我哋就叫呢隻牙邊花心。咁佢係有吉祥嘅意義，或者係好豐富啊咁樣咯。所以其實每個廣彩嘅圖案咧都有佢嘅專有名詞嘅。例如呢個咧有龍鳳斗方，斗方就係呢啲好似窗口嘅一啲形狀。咁好似一個窗口去睇風景咁樣咯。呢度係花心啦咁樣。咁我哋就話雀仔或者蝴蝶咧都叫翎毛咯。翎毛就係代表唔同嘅花鳥啊，好中意啲廣彩嶺南嘅風景啊咁樣。我哋慢慢喺即係經過2016年一新博物館同我擺嘅展覽之後咧，即係我極力提倡話，我哋啲應該都屬於香港彩，因為我哋好多圖案咧就中西交匯嘅，有好多香港或者嘅元素喺裏邊，有中國傳統嘅手法花邊，但係再加上好多外國嘅嗰啲其他嘅圖案元素落去。無論係有濃厚中國文化寓意嘅廣彩，定係中西文化融合嘅廣彩，都有住唔同風格、顏色同埋構圖嘅。而呢一個被稱為廣彩製作技藝嘅傳統手工藝，亦都正式被列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廣彩嘅手工藝咧，其實成個製作過程就分為3部分嘅。我哋起稿咧就一個白色碟或者一個綠色碟啦嚇，咁呢個都係骨瓷嚟嘅。首先，師傅會喺白瓷上面起稿同埋畫線。咁有3條幼1條粗啦。我哋定咗個位就做翻。咁我哋咧好環保嘅，譬如我哋畫錯咗啊，我哋咧就可以咁譬如我哋覺得呢個太粗啦，咪就可以拆咗佢。
線條完成之後就會開始上色。我哋將啲顏色填咗落去，咁咧我哋想有陰陽咧，就加啲水落去就得噶啦。太多咧，你就可以索咗佢。係啦。因為美國貿易限制咧，因為嗰時候韓戰，所有中國嘅原料唔俾用噶嘛，所以我哋嗰時買日本啊、英國啊、德國啲顏色，到而家我哋都係用呢啲韓國顏色。呢個枕箱咧就係以前啲師傅咧就係會將啲眼鏡啊、鎖匙啊啲嘢擺晒落去，到放工咧就拎翻屋企就做枕頭，就瞓覺嘅。呢個枕箱就對佢哋好重要，好似手袋咁樣，又同埋枕住隻手咯。咁因為一日到黑咁樣畫咧好攰啊，咁樣就係啦，咁樣就攞嚟墊住隻手嚟畫就好舒服咯。最後一步就係將上完色嘅陶瓷擺入大概780度嘅烤爐。好啦，而家送去爐房啦。而講到香港廣彩嘅歷史，就正正開始於曹志雄嘅爺爺曹呂松。我哋有歷史記載就係1928年，即係我阿爺就喺香港成立第一間彩瓷廠啦。嗰時係喺澳門請咗2位譚氏兄弟過嚟，咁用佢哋個名加上我阿爺個名叫做錦華龍廣彩瓷廠，咁一路做到抗戰前，即係日本侵略香港之前。嗰時我哋都生意好好嘅，嗰時聽下我爸爸講，嗰時有成300幾個工友，嗰時係一種好大嘅手工業。咁啊之後因為日本侵略我哋香港啦，之後乜都停頓晒，到47年再重組翻，咁啊改名就粵東瓷廠，一路到而家。我老爺個爸爸咧，即係我叫做太老爺啦。咁佢好聰明啊！佢嗰陣時做海關，咁佢咧就見到好多外國人買瓷器翻去祖家啦。咁佢退休佢又識嗰啲師傅喎，咁又識嗰間工廠喎。咁不如佢嗰陣時喺廣州做海關，咁佢落翻香港，佢話不如喺香港冇呢啲廠啊，咁一個商機嚟嘅。咁佢就請咗啲師傅啦，咁同埋買埋啲材料啦，咁就嚟香港。幾個拍檔一齊開咗間廠。簡單啲嚟講，如果唔係當年曹呂松雙機一動，將廣州嘅廣彩帶嚟香港嘅話，恐怕就唔會有今日香港獨有嘅廣彩，同時亦都養活咗曹家4代人啊！而佢正正就係粵東瓷廠嘅第4代負責人曹家燕 Martina。咁啊好難得，即係佢哋個好似而家佢哋第4代咧。就個個讀得到書嘅，我哋個個都差唔多，個個都香港大學畢業㗎啦。而家有個女都係碩士㗎啦。我仔係牙醫，2個侄仔咧就係律師，咁喺外國讀完律師翻嚟都香港大學，個個都係叫做有專業知識。但係因為我女兒咧，佢咧做咗家庭主婦之後，慢慢喺度去翻嚟廠度，慢慢經過阿爺督促，叫佢幫下鋪頭手啊，幫爸爸嗰時阿爺仲喺度，咁慢慢咧就培養到興趣。根據其他媒體嘅報導，其實Martina年輕嗰陣對繼承家業咧係冇咩興趣嘅，但係喺疫情期間有一個好偶爾嘅機會，先令到佢開始對廣彩產生咗興趣。咁係2018年呢，就係有一個契機咧，香港文化博物館嗰度舉行咗一個叫廣彩鎏金嘅一個大型嘅展覽。咁所以嗰次嘅展覽呢，我就即係令我大開眼界啦。咁知道原來呢行係咁多行家，亦都係有唔同嘅工序，亦好多好叻嘅師傅，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產品。係嗰次之後了解多咗呢，咁就先慢慢學識去珍惜咁樣。最開初呢，就係我媽咪教嘅，因為我媽咪佢同唔同嘅廣彩大師去學習啦，佢又學咗啲啦。跟住疫情期間就喺自己屋企攞咗啲顏料，跟住去畫。開始對廣彩產生興趣嘅 Martina 咧，越了解呢個文化，就越認為呢一個文化值得讓更多人去認識。以至於近幾年粵東其實多咗好多對外開放嘅工作坊啦，同埋同其他品牌嘅 crossover 嘅，甚至喺社交媒體都更加致力於宣傳自己嘅 brand。而事實亦都證明 Martina 嘅一番努力咧就冇被白費到嘅。2年前香港旅發局
為咗喺疫情之後振興旅遊業，舉行咗以推廣香港本土藝術同埋文化嘅藝聚香港，其中代表廣彩工藝嘅粵東瓷廠更加成為其中一個重點推廣嘅文化。香港旅遊發展局呢，咁就揾咗我哋去畫一隻8寸嘅碗咁樣，咁嗰陣時就我喺 Art Central 嗰度呢，就展出咗一隻8寸嘅碗，就係擺咗廣彩嘅元素啦，即係好傳統呢啲圖案啦，亦都有加咗啲香港嘅元素，例如係茶餐廳啊，或者係香港維多利亞景啊。粵東瓷廠作為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入面嘅廣彩代表，其實都同其他非遺一樣面臨住同樣嘅問題。咁啊，根本而家都係青黃不接時間，因為而家都一老一代嘅師傅又退休啦，老去啦，新嘅一代能夠全面畫嘅咧，香港就冇乜邊幾個。所以而家係我好似太太啊，或者其他喺出邊教都有10幾個優秀學生，佢哋當係一種消閒嘅性質，根本唔係當一種職業嚟嘅。所以香港咧就好難請到人入行。傳統手工藝存在青黃不接嘅問題，其實都唔係一日兩日嘅事，只不過粵東可以喺香港存在近8年，其實係有佢自己嘅秘密嘅。即係其實60、70年代嘅時候咧，好多人都勸我翻國內經濟特區，係吸引我哋好多行家翻上去。咁啊地方就大啦，又平啦，你上面人才多啦。我自己做生產咧就重質不重量，因為上面多數啲廠互相競爭，大家鬥平，我哋擺明係最貴嘅。但係之後咧，慢慢啲客人認識到我哋嘅質量，咁啊佢哋都肯樂意俾高啲價。但係翻到上邊嘅一路都係扣量，但係我哋講質量。即係同時我哋咧香港我哋嘅客人對象咧，多數高端嘅客人，出名嘅酒店啊，嗰時候好多啲美軍、英軍，好多領事啊，香港啲紳士名流啊，我大商家同我哋買貨，所以一路都保持呢個原則。最重要就係個行業揾到食，你做出嚟嘅產品有人欣賞，先能夠有種推動力㗎嘛。本來我應該退休唔做㗎啦，賣全貨夠，但係因為近期咧多你哋媒體介紹，多啲人認識廣彩、欣賞，香港政府都揾我類似設計好多嘅圖案嚟做送禮。喺過去近8年入面，粵東隨住時代嘅變遷，其實都改變咗唔少。從以前60、70年代彩瓷生產嘅鼎盛時期，到今日轉眼間就成為咗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前係養活300幾個廠房工友嘅瓷廠，到今日成為咗遊客同埋媒體頻頻到訪嘅百年老店。粵東經歷嘅時代變遷，其實同絕大部分嘅香港人有住相似嘅背景。廣彩入面中西融匯嘅花紋，反映嘅其實係香港人作為英國殖民地嘅痕跡。所以 Martina 認為，香港人之所以能夠對廣彩產生連結，其實都正因為如此。有啲外國人嚟咗香港買手信，跟住翻去自己嘅老家咁樣咯。我哋係一個好代表香港嘅一個產品啦。除咗以前係茶葉啊，或者係涼衫啊嗰啲旗袍啊咁樣，同埋係好實用啦咁樣。而家就旅遊業亦都係用咗我哋啲瓷器去做一啲 icon 去宣傳香港旅遊業咯。即係可能有啲收藏家佢收藏咗我哋瓷器啦，或者係介紹香港咧，總係有一個角落咧係會介紹佢哋嚟我哋嗰度買瓷器做手信啊。咁同時間近呢幾年就多咗去做教育嘅工作。即係我哋就變咗唔係淨係賣瓷器，又唔係淨係 tailor made，又唔係淨係宣傳香港旅遊業，咁仲有教入大學啊，例如香港大學啊，或者中文大學，或者一啲中學啊、小學，去教啲人去認識廣彩啊。而我爸爸又會去講下啲演講啊、講座啊，做一個類似推動中華文化嘅一個活動啊咁樣。即係亦都係隨住香港嘅嗰個改變需求去改變咯。